让一让。你怎么样？啊，快让我看一下。没事儿。都起包了还没事儿？那些撞了头没抢救过来人都说自己没事儿。啊，这疼吗？这么疼啊？那你头晕吗？看东西模糊吗？没有，不晕不糊。这是姐，这是姐。我又没傻。我现在提醒你啊，我是以医生的身份来问诊你，你的任何情况都会作为判断有没有发生脑功能障碍的依据。温医生，我真的没有脑震荡，这是1，这是2，我看得很清楚。现在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去医院照个 CT 吧，我不放心。我是医生，你现在得听我的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事。也挺巧的，你们怎么碰上了？我就住他家对面。你搬家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不久，还得观察一下。那你怎么没叫我们去你家暖屋趴？人多好玩。啊，再说吧。结果怎么样？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？这么严重吗？后脑是颅骨和颈椎的连接处，在整个颅脑中来说，这里容积相对较小。如果受伤出血，容易压迫脑干。等，你能不能说人话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得观察1晚上，所以今晚你得睡我家。观察1晚不需要住院吗？为什么要睡你家？医院床位多紧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睡我家的话，你要有什么不舒服，还能及时送医。我有什么不舒服，我会自己来医院的。睡你家就不用了。人一旦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就来不及了。我是专家，到时候我能给你急救，你能自己给自己急救吗？再说，或是让一让床，我要对你负责。甚至动不动就想要对你负责。要不然我让钟真来我家，她看着我也是一样的。也行。那你叫他的时候呢，让他把教科书和讲义带来，到时候我给他画一下重点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还得翻书。医学书都比较厚，不太好找。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习惯在陌生人家里走来走去。那我去你家也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要在对方的面前走来走去。我不管，我要回家，你也不要跟过来，我会对自己负责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这2天装修吵到你了。这个赔给你。哎呦，对不起嘛，很快就好了。那我自罚1杯。哎，还好意思喝酒呢？喝这个吧。
没想到我们有一起喝酒的一天啊！我还以为你永远都那么高冷呢。我哪儿高冷了？你说话要么就说一半，要么就听不懂。我问你啊，你一直都这么文绉绉的吗？你是一直都这么傻乎乎的吗？我傻怎么了？难不成一天到晚我都哭唧唧的？哭又没有人管。我看你父母不是挺能管你的吗？你要是问他们刘金文、娄金玉喜是哪年的，他们说的头头是道；问他们自己女儿几年级了，他们搞不清楚，就把我往那个寄宿学校一扔，揣着个军瓷片满世界飞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。我都习惯了。说是习惯，我看你挺在意的呀。我能心智健全的茁壮成长已经是个奇迹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是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跟从容变成那么好的死党吗？那个时候在澳洲，我跟他住在一起，每天回家的时候都能闻到一股饭香味儿，我就想，这才是家的味道啊！现在我爸妈倒是回头管我了，可是我总觉得跟从容那个家差了那么点意思。以前不管我们，以后用他们的方式来弥补。长辈们总是这么想当然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说我现在已经过了叛逆期了吧？我爸妈年纪也大了，总可以坐下来好好沟通、互相理解了吧？可这事怎么到我身上就变成一种奢求了呢？然后他们还要反过来倒打一耙，说我不懂事儿。我就随便那么一说，也不指望你能理解。我理解，家人本应该是防御装，现在就成了剜心窝的那把小刀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卖书的人表述出来就是不一样。来，干一个。师傅，我家门把锁好像没电了，您能来帮忙看一下吗？哎呀，能看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开锁了声明再说吧。哎，有备用钥匙吗？我是房东，门锁没电了，我也有责任。作为补偿，今晚住我家吧。住你家？床和走廊你自己选一个。